大家好，我是 David 吴，湾区的房地产经纪人。今天来跟大家聊聊2025年8月湾区的房市。上个月的关税政策呢和就业数据让市场有点凉凉的感觉。房价趋势怎么变？我们一起来看看。这个视频制作不易，在开始前麻烦动动您的小手，按赞订阅支持一下。我们马上开始。8月初90天的关税休战期结束了。特朗普政府呢跟日本签了贸易协议，一下子把日本汽车的关税呢从 27.5% 又降到了 15%， 但是钢铁关税还是维持在了 50%， 木材呢25% 没有改变，这直接让建材成本继续的上涨。湾区盖房费用呢比上个月还多了5%， 开发商继续的推迟终端住宅项目，新房的供应减少这也持续的影响整个湾区的房市。8月的就业数据呢也不太好看，非农的就业呢只新增了 7.3 万，远低于预期的 11.5 万，失业率攀升到了 4.2%， 这个让大家更担心经济衰退了。虽然8月份的标普500涨了 2.2%， 但是呢波动很大，投资人因此开始寻找更稳定的东西，比如说黄金或者是房地产。受全球局势不稳和物价上涨的影响，今年上半年的黄金价格呢已经涨到了 26%， 达到每盎司呢3500美元。房市这边呢，8月的房贷利率还是介于 6.25% 到 6.5% 之间，依旧是处于高位，对买家来讲还是有不小的压力。东湾和南湾的房源数量呢和成交量也都因为这个原因而下降了，显示大家在经济的不确定下更加的谨慎。前面提到关税推高了建材费用，就业数据不佳让买家观望。8月份东湾的房源呢一共有2890套，比去年同期呢增加了 28%， 但是比上个月呢是减少的。中价位房价跌到116万，也是连续2个月低于120万。那么1360套的成交量呢也比去年下降了 5%。 南湾的房源只有569套，年减 39%， 中位房价呢则是从210万降到了188万，但是还是比去年稍微的涨了 1%。 成交量725套，年减 11%。 整体来说，关税和经济压力呢让市场降温，买卖双方都格外的小心谨慎。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各地区的详细数据。首先是880公路沿线的城市，这边的房源普遍增加， Fremont 的挂牌数量从78套增至126套，增长超过60%。房价方面，大多数城市下跌，但 Berkeley、Castro Valley、Fremont 以及 Newark 逆势上涨。成交量方面呢，涨跌互现，其中 Castro Valley 的成交量大增1%，但是 Fremont、Oakland 与 San Leandro 都呈现一个下滑的趋势。接下来是 Central Contra Costa 地区，这边的房源普遍增加， Concord 跟 Martinez 的增幅分别达3%与5%。房价方面全线下跌， Walnut Creek 的跌幅最显著，超过1%。整体的成交量小幅回升 3.5%， 其中 Clayton 暴增8%， Concord 与 Walnut Creek 的2个城市下降。接下来是 La Miranda 地区，这里的房源小幅上升， Moraga 比去年多6%。房价方面，拉法叶上涨3%， Moraga 与 Orinda 则是双双下跌。成交量部分， Moraga 翻倍上升，拉法叶则是下降超过3%。然后我们看看山谷地区，这边的房源全面增加， Danville 和 Dublin 分别有接近5%跟9%的增幅。房价多为小幅回落，但 Alamo 与 Danville 逆势上涨。成交量只有 Pleasanton 为增，其余的城市下滑。
Danville 与 Saremont 的降幅都超过2成。最后我们来看看南湾城市的表现。南湾的房源数量普遍下降， Santa Clara 和 Saratoga 这2个城市的房源减少超过7成以上。这里大部分的城市房价下跌， Los Altos Hills 的跌幅达6%， Palo Alto 则是上升2%。成交方面呢，除了 Palo Alto 和 Santa Clara 上升之外，其他的城市都是下滑的，其中 Saratoga 的降幅超过5%。原先市场预期联准会今年将有2到3次的降息，但受劳工数据与关税不确定性影响呢，现在有可能会降超过3次以上。一般来说，夏末是美国房地产的旺季，但是受到关税与就业疲软的影响呢，今年的销售表现明显的低于预期。特朗普关税政策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，随着劳工数据的恶化，您认为接下来房贷利率会下跌吗？持续下降的成交量会不会进一步的压低房价呢？还有在经济衰退的担忧之下呢，您会选择房地产作为您的避险资产吗？都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观点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